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GBA 掌机平台的双截龙进化。这个版本现在汉化了，汉化的质量也很不错啊。这个改版呢是一个招式的改良版，增加了很多的连续技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本身这个游戏的招式就比较多啊，跑动的拳脚，跑动的小跳攻击，下蹲之后的升龙拳和铁膝盖。这两招可以多段的进行连续，一般打 BOSS 3段的升龙拳加上1段的铁膝盖，伤害就比较高了。旋风腿，旋风腿使用起来比较麻烦，就按3个键，跳起来之后拳脚跳在一起按。这是投掷，敌人打出硬直之后，靠近就可以抓了。不仅可以抓这些小兵 ，BOSS 也是可以抓的。打小兵的话，一个升龙接一个铁膝盖就差不多了。这个鞭子的攻击范围非常的远。这个场景可能很多玩过街机版本的小伙伴比较熟悉。这是遇到的第一个阿波波。棍子其实特别好用。你可以把棍子扔出去啊，这是抓阿波波，就是这个效果。飞刀，拿着飞刀的小兵还有炸弹的小兵是比较难搞。第一个 BOSS 战是这个黑色的阿波波，同屏的敌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啊，现在还不是最多的时候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6、7个。这个和 FC 版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捡个桶砸他一下。好，打完，这个动作有点像要脱裤子啊。影子武士的头目在哪里？我只是他的手下。前面工厂有一个戴着面具的怪物。戴着面具的怪物大家都知道是谁了，布鲁诺夫，对吧 ？FC 版的双截龙2代第一关的那个 BOSS， 戴着面具能复活的那位。跟大家说一下画质问题。那GBA原来的画面画质达不到这种效果，我应该是加了一个大概4倍的滤镜，再加上一个60帧，达到了这种的画面效果。原版应该是30帧吧，就是画面呢，我给它强化了一下。现在左边有一个坑，尽量把他们往坑里搞。游戏的流程是8关，还是不短的。这个游戏大概4年前左右我给大家录制过，但是当时呢肯定不是现在的画质我处理的比较粗糙啊，那个时候刚刚录制视频，也没什么经验。那现在呢可以用 1080p 60帧来给大家呈现这些怀旧游戏虽然也是满屏的狗牙，但是比原版的画面实在是好了不是一星半点。这里呢是有个传送带，这个传送带街机版第2关也有。好，那个货掉下去了没轮到他。这个棍子抡一下伤害很高。好，又走下去2个。飞刀，这个游戏如果咱们中了一发飞刀的话，是半格血就没了。然后炸弹的小兵呢，有的时候他炸弹扔出来就炸，伤血还要大于半格，所以非常难搞。小兵主要难度就来源于这2方面，一个飞刀的，一个炸弹，就伤血太多了。好，这里要打布鲁诺夫了。左边有3个小兵，这3个小兵不动啊，如果咱们不去引他的话，他是不动的。他是2次生命。好，动了。这里我喜欢被动啊。让这3个敌人自己动。
哦，又出来两个，这都没事儿，这抗打。凹个造型，来了个有点像劈腿。布鲁诺夫被打了一头的包，告诉咱们去唐人街的武馆。上来就挨踢了。这个拿着双截棍的小兵大家应该有印象吧？ FC 版的双截龙2代里边他也登场了。这两个小兵也是。我总被飞脚踢到。好，这是啊，这就是2根短棍，应该不是双截棍啊，捡起来用一下。道具是比较丰富的，但是这种短棍打人呢，把敌人击倒的效率不大好，尤其是被多个敌人包围的时候。所以说我不太爱用这种东西，但它有个好处，就是敌人刷新之后呢，它不消失。按防御键可以把道具拿下来啊，这是双截棍了，快使用双截棍吧。大家注意双截棍这个动作啊，非常有李小龙的风格。事实上，原作的制作人也是李小龙的粉丝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还有技能，我很少用，就是后肘。还有呢，就是防御之后，敌人攻击你之后的当身头。这2招我没有用啊，因为后肘在本作是废了，实在是性能不好。另外当身头的话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用，因为街机版没有 ，FC 版的1、2、3代都没有，对，甚至 MD 版、超人版也都没有，那我就根本想不起来了，对吧？啊，半格血已经浪没了。啊，这个飞刀非常的狠。看这个，这已经不是旋风腿了，这是直升机了。这2个货应该都干掉了。好，这就是本关的这2个 BOSS。哎呀！没蹲下啊，所以这个铁膝盖没用出去。BOSS 真是扛打，2个铁膝盖，4、5个拳了也没挂，快了，应该是快了。好，完事。第3关过关，双截拳的李氏兄弟。行了。上车了啊！这开车咱们是比较喜欢。这里呢，把他们打下车，就算是完成任务。啊，对，就这个炸弹，我躲了一个，踢回去一个。这个炸弹炸到你一下，基本上是3/4的血吧，啊，非常的疼啊！还能骑敌人。另外还有一招，就是敌人倒地之后呢。你离得比较近，按 AB 的话就跳起来踩他一个。我踩着，哦，我的天，这是几个敌人？6个。这个同屏敌人数真的是比较多。啊，开车需谨慎啊。这种拿着武士刀的小兵威胁性不是太大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个 BOSS 威胁性很大，秒杀，这个货秒杀你啊！穿红衣服这个家伙，到游戏的中后期呢，他会以精英兵的形式出现，同样是秒杀的，非常恐怖。所以这里利用咱们的机动性来打他。先把小兵清了，好，然后再打 BOSS。
蹲的时机要注意啊，不要从正面走过去蹲。对，从歪着接近蹲，因为从正面走过去蹲的话，他直接就一刀被你劈下来，直接一条命。基库卓这个家伙，这名字，刀都被打断了。第5关啊，第5关看起来其实像街机版和 FC 版的第3关，太像了。斧子就相当于大号的棍子，也是能扔出去的。这个桶没砸到人。大家注意这个人物的比例啊，和 FC 版相比呢，这个人是比较大的了。那小的时候啊，因为80年代末期接触街机，还有雅达列 FC， 那当时就觉得，因为街机版的人物贴图一般是比 FC 版要大的，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概念，就是贴图越大的游戏啊，画质越好，做得越好。对，当时有这个想法，把它引下来。这是一个黑大波波，没挂。我记得前面这个桥也是个断桥啊，挨砸了。这一下就比较像我之前说的，从正面接近这些 BOSS， 然后就会被打。还踩了一下波波啊！我想骑他，被推下来。这家伙还挺羞涩的，拿着大斧子的，把斧子抢下来，抡出去。哦，看那个飞刀，我这家伙是个飞刀兵啊，我都没有准备。这种坑掉下去也就是一条命。游戏的坑的难度，真的很多时候难度在坑上体现。这货是什么技能？这是？好，他俩应该掉到坑里去了。飞刀，好多飞刀啊！啊，对。这小李飞刀嘛，对吧？比利，李氏兄弟，石头啊，能捡。哇啊！之前的 BOSS 啊，到这儿变成小兵了，下去了是不是就挂了？因为屏幕还没带过去，这里实际上带过去呢，下边是能走的。哎，这个走位啊，好恶心！哎，差一点，踢一脚，补了一脚。看这里是可以下来的，但之前屏幕没带下来，卷轴没带下来，就默认他们挂了。啊，这鞭子抽的好远！啊，那边是坑。啊，那个妹子下去了，可惜啊，可惜。这关的流程有点长啊！大家注意，刚刚这个铁膝盖的性能，它和之前的 FC 版是不一样的。这个铁膝盖呢，它向下的时候也能够打到人，就是它从最高点下来的时候，但应该不是全程的。啊，这地方一看就是要 BOSS 战啊！游戏的难度曲线啊，我要吐槽一下，它有一点继承了街机版的那个样子，就是前面的 BOSS 到后边就真的变成小兵了。这关我打了4、5个阿波波了吧？不是布鲁诺夫了是吧？阿波波就不用提了，真的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兵了。
但是本关的阿波波还不算多，后面好像有一关特别多，简直是阿波哦！我又出来2个，起码打了6个。砸他们一下，是个绿的阿波波，绿的阿波波叫米波波。阿波波绿了啊，生气了，这应该战斗力提高了不少。哦，他把石头举起来了，毫无威胁。米波波真心抗打。还没挂吗？过关，第5关过关，后面还有3关。在你没碰到威力的指头之前，提到了暗杀拳。这关有难度，这关难度在于坑太多了，而且呢，很多时候你想坑敌人的时候，容易把自己坑了。哎，他没掉下去。这，我就想用旋风腿来过了。双截棍不捡了。看这里两边都是水，被阿波波扔下去或者打下去一条命就没了。而且这关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。这是蓝色的阿波波。哎，左边那个有机会，没下去啊！这次下去了。抓阿波波的感觉真是爽。他也没头发，是怎么抓住的呢？这有水坑，这个水坑一定要利用好。这关后边敌人很多，而且都是 BOSS 级。捡把小刀。看这里啊，这些武士又出现了，大家注意橙色的那个，这算是橙吗？就他一刀是秒杀咱们的被这些小兵劈一般没有事。看这里啊，对，我说的就是这儿啊，大家数一下，现在是3只，3只只能冒险这样打，因为正常时间我感觉不大够啊。好，送下去一个，破局了就可以啊，2个，数一下一共送下去多少只吧。然后3个，4个，阿波波还有烫头的呢。好，我都没血了，剩一点点了，5个6个，后边又来俩。这于谦老师是你吗？7个，8个，第9个，这真的是阿波波开会了啊！各种款式，9个，过关不利用这里也剩7秒了，时间没了就是一条命。雷蒙多，而是幻劫拳的五虎将，这个家伙不太好打呀。这关机关很多，咱们利用一下吧。上边喷火下边尖刺，这关是不是有点像 FC 平台的双截龙2代的第8关？
那关呢是在宫殿里，尖刺也比较多。然后打影子，尖刺没少往下送人啊。好，两个，一个头锤，还有谁？捡了个棍子，棍子扔了吧，没有用。啊，这个阿波波怎么这个颜色？好可疑。好，被火烧死一个。哎，我这扔反了。啊，又来了一个蓝色的阿波波。送下去。好，就差他了。啊！抓我这，我想抓他。哇，这一拳看起来打得很疼啊！这个是他的经典招式了，对吧？小的时候在 FC 平台的2代没少被他这样打。啊，这是扔季爆炸弹的。大家注意这两个武士，这两个武士是秒杀的啊，一刀就没。利用你的机动性啊，不要被他砍中，宁愿耽误一点时间，也不要冒险去蹲。蹲不好的话，一条命就没了。啊，又是这种即时爆炸的炸弹。血多的小兵啊，你抓他是不吃的啊，会挣脱。又来了两个阿波波，这个是黄金版啊，这个是白银的。那第一关咱们打的是青铜的呀，踩死了。好，开始 BOSS 战啊！这种小兵就是他们特有的。这个小兵大家应该知道，其实就是2代的那个最终 BOSS， 技能是一样的啊，会旋风掌，还会影子的技能。打完2个，后面还有。看分身5个，5个里边其中只有1个是真的，那其他的分身被打一下就会挂掉，就会被破了啊！看这个旋风掌，熟吧？啊，影子攻击，这是2代那个影子的技能。我又被旋风掌打中了。好，这个红的主体挂了，本体挂了的话，影子也会消失的。但是这里还不是本章的 BOSS， 一个会影子，一个会分身。啊，这个也挂了，这里才是 BOSS。3下没接上，旋风掌，好分身。影子攻击，会影子攻击的肯定是本体，就等着阴他了。右下角，被分身打了无所谓。又一套，啊，这下太躲了。好，他挂了。这关不好打 ，BOSS 太多。最终关了，威力在这道门里边啊，玛利亚也在里面。这个场景街机版、FC 版都有，但是 FC 版的话是1代里边有这个场景。这里会有机关墙，还有拿着长枪的雕像。
长枪的雕像刺一下大概是90%的血啊，一定要不要被它刺中。强的话大概打一下是50%的血，这个比 FC 版的1代要狠。FC 版的1代大概打25%的血，就在这里。这个机关是不分敌我的。听完这个，咱们等一波机会，然后跳过去。好，跳过来。我在游戏的视频的大后期加了一个我的水印，因为我发现很多平台啊有盗播我视频的啊，做那种伪直播。然后呢，我加的水印它会给我消掉，但是我做这种活动的就很难搞了，对吧？不然偷袭他一下也好取证啊。这是绿波波。哦，没踩死，抓住了，这个货有头发。哦，前边是最终战了，看玛利亚在那吊着。这个阿波波被炸死了。这个棍子在这儿可以反复利用的，因为打到墙上呢，它就反弹回来，而且有穿透效果，还是不错的道具。干掉啊！我的天，中了一飞刀啊！这就是我说的，就飞刀的小兵为什么讨厌？不出手之前你不知道他是干嘛的，出手了半根血没了。我没看错吧？玛丽安好像在那儿乐呢，在那儿笑呢。啊，他看见这个棍子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而且威力绑玛丽安这个绑法呀，很懂嘛。直呼内行。又来了2个布鲁诺夫。保持机动性。啊，他俩挂了，来给你看这根棍子，长吧？哎，威力出来了，威力还带了2个阿波波。啊，我骑他不让啊，羞涩，这招不应该用。棍子拿好，我想和威力单挑的。哎，好的，没有阿波波了。威力实际上他为什么拿着枪？因为他武功不行啊。啊，完事儿。接了一个，接上了啊。那好，玛丽安呢就被放下了。这样呢，这款游戏就通关了。作为一款级别掌机平台的双截龙，本作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出色了。剧情方面呢，也算是中规中矩，至少给你做了很多的这个图，是吧？有很多小伙伴看一些书就爱看图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级别平台的双截龙进化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